宋爷爷看到圣熙阿姨这般轻松就拿捏了辉宝，肯定会费解自己与辉宝的感情，就连自己上树都摘不下来的熊，圣熙阿姨单凭一个眼神就让辉宝从树上爬了下来。下午，圣熙阿姨来给辉宝喂奶，因为辉宝此时正在树上，圣熙阿姨没有宋爷爷那般激进，选择了先喂食瑞宝，而辉宝则选择了等会儿再说。但辉宝这里看到圣熙阿姨只跟姐姐玩，而没有和自己玩，吃醋了。辉宝眼看自己再不下去，圣熙阿姨都要被姐姐抢走了，于是便爬下去找圣熙阿姨。但此时瑞宝这里的盆奶已经吃完了，圣熙阿姨和瑞宝玩起了欲擒故纵，故意不理辉宝，无视辉宝和瑞宝的天。这下辉宝这里成了觉得是自己不听话，所以一下失去了圣熙阿姨对自己的喜欢，伤心的趴在了小木床上，反思着自己的错误。没一会儿，圣熙阿姨回到了园区，而此时刚吃完盆奶的瑞宝活力满满。瑞宝走到圣熙阿姨身边，圣熙阿姨顺势将瑞宝抱起，跟游客们说了个再见，抱着瑞宝便离开了。而此时的辉宝想必心里已经难受到极点了。圣熙阿姨连续2次的无视自己，辉宝此时脸上都没有笑容了，垮着小脸，满是忧伤。当然，圣熙阿姨怎么会忍心真的不理辉宝？圣熙阿姨给瑞宝放下后，再次重回园区，并给辉宝拿来了新的盆奶。而经历了双重打击的辉宝哪敢再不听话？辉宝老老实实的走到盆奶前，乖乖的吃起了盆奶。以前都是看宝家如何拿捏饲养员的，今天也终于看到一次饲养员拿捏熊猫幼崽了。而圣熙阿姨的这波操作，简直可以成为教科书级别的收熊方式了，建议宋爷爷通宵观看学习。圣熙阿姨看辉宝的盆奶吃完了，抱起盆奶开始给辉宝擦嘴。江爷爷曾跟圣熙阿姨开玩笑道，圣熙阿姨给辉宝擦嘴时，像是在给其擦屁股。而辉宝在圣熙阿姨的陪伴下，也重新挂起了笑容。一表示，虽然昨天韩国下雨，但是来看福宝的姨姨们依旧是络绎不绝。早上10点，姨姨来到福宝的园区，此时福宝像是刚出门，因为小亭子上的竹子福宝还没有开吃。福宝一个转身坐下后，开始品尝自己的竹子。第一根竹子的味道好像并不佳，福宝只是咬了一口便给其丢掉了，拿起了另一根。福宝在吃竹筋时远比吃竹叶要精细很多。对于竹筋，福宝闻了闻味道不好，便会给其丢掉；而对于竹叶，福宝基本不会挑剔。福宝选了一根气味还不错的竹子，高高举起，然后吃着另一根。福宝像是在跟姨姨们炫耀自己手里的这根竹子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这里刚吃完窝头，正低头沉思着，旁边的竹子还一动没动。一一观看了5分钟福宝和乐宝的吃播之后，重新排队。这次再回来时已是12点了。福宝吃完竹子，开始在园区玩耍。福宝这也算是餐后散步了。福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，最后又转到了小亭子后面。福宝瞪大眼睛观察小亭子上还有没有吃的，发现什么也没有后，福宝直接蹲坐在了通道门口，让爷爷开门放自己回去休息。福宝等了5分钟，依依重新去排队。等依依再回来时，时间直接到了下午2点25。最近来看福宝的姨姨们越来越多，姨姨们的排队时间也越来越久。而依依再回来时，福宝又坐到了通道门口，这让依依以为福宝刚才从12点一直等到现在，可能是福宝今天只是单纯不想营业吧。福宝没等来爷爷的开门，又开始在园区闲逛。福宝坐在竹子鞭炮下摆弄了一会儿，但福宝感觉这很无聊，感觉没有意思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干等，什么也不想看，就想盯着通道门打开，自己好第一时间回家。好在这5分钟里，依依看到了福宝回家时的样子。之后依依再次去排队，这次回来时时间到了3点15分。看样子福宝是刚从室内休息完出来，现在正在树上睡觉。而依依则是反反复复的去排队。4点20时，福宝依旧在睡觉，不过此时的乐宝已经睡醒了，正在室外园区吃竹子。乐宝躺在小亭子上，惬意的吃着竹子，生活无忧无虑的。而福宝这儿5点35时才醒来，再有不到半小时，福宝就可以下班了。上班打酱油摸鱼，还得跟福宝学习。而依依排队一直到天黑。宋爷爷绝对是福宝一家最大的黑粉。辉宝没想到自己刚100天就已经有丑照流出了。早上爷爷来到瑞宝的房间，来给瑞宝和爱宝打扫卫生。爷爷先给瑞宝擦了擦小嘴，又给其擦了擦身上。瑞宝吃奶吃的满身都是。给爱宝和瑞宝打扫完房间后，宋爷爷来到了福宝这儿。福宝此时正躺在室外园区晒太阳。一会儿宋爷爷回来，给瑞宝测量了一下体重，5370克。爷爷这次换了大体重秤，熊猫宝宝不用再在盒子里躺着了。瑞宝此时是正在睡梦中，爷爷的搬运根本没有吵醒瑞宝。之后爷爷又来到辉宝房间，辉呀，辉辉。宋爷爷这韩式普通话
多少带点泡菜味儿。爷爷将辉宝放在体重秤上，辉宝的体重秤显示是5800克，辉宝体重遥遥领先姐姐。之后，爷爷准备给辉宝喂食。人类都是饭前先洗手，而大熊猫则是饭前先洗嘴。洗完嘴后，爷爷给辉宝做好，开始给辉宝喂食。而宋爷爷之所以握着辉宝的嘴巴，是因为防止其吧唧嘴时嘴中进入空气，防止其呛到。给辉宝喂食完，紧接着便到了辉宝排便的时间。辉宝张着嘴巴的样子，可以看到辉宝的小乳牙。爷爷给辉宝排便时，辉宝一直开心的张着嘴，可能是有点痒。不过慢慢的，辉宝就舒服的伸出了小舌头。渐渐，辉宝的眼神向上看去，辉宝怎么有种大聪明的感觉？爷爷表示这是辉宝太舒服了。不过好玩的是，辉宝的眼神会自己再慢慢的转回来，调整到聚焦的位置。爷爷给辉宝排便完，辉宝坐在筐里的样子，就像是坐在公主的宝座上一样。而瑞宝这儿已经开始自己练习走路了。爷爷走上前给瑞宝擦拭身体。爷爷表示刚才瑞宝尿了一地，之后又全蹭到了身上。爷爷拿着纸巾给瑞宝擦拭身上每一个细节，小肚肚和小手上都有对其认真的擦拭。擦完后，瑞宝还一脸开心的和爷爷说谢谢。而且现在瑞宝翻身也越来越灵活，不再需要爷爷的帮忙了。之后爷爷又检查了一下瑞宝的小牙齿，爷爷表示瑞宝的小牙齿像是小米粒一样大小。两只小的照顾完，爷爷去照顾福宝。此时的福宝正乖乖坐在栅栏前，等待爷爷给自己喂胡萝卜。爷爷想用胡萝卜教福宝伸出左手，因为之前福宝都是伸右手的。爷爷感觉坐着不方便，没有多想，直接跪在了福宝的面前。爷爷用胡萝卜引诱着福宝，没想到爷爷的引诱真的成功了。之后爷爷想让福宝用左手抓住栏杆，福宝感觉到不舒服，索性给自己换了个姿势。福宝是有自己想法的。宋爷爷为了庆祝今天给双胞胎熊猫宝宝的起名仪式成功，特意给福宝雕刻了一个小花形状的胡萝卜。宋爷爷一边喂着福宝，一边跟福宝讲两个妹妹的事情。福宝在胡萝卜的引诱下听得很认真，因为熊猫宝宝现在是长牙期，而现在宋爷爷每天都会检查一下熊猫宝宝们的牙齿，每看到熊猫宝宝长出一颗新牙，爷爷就会很开心。一会儿，宋爷爷给辉宝喂完奶后，又开始展示自己的宝贝孙女。宋爷爷给辉宝拍背的样子，就像是在抱着一个小婴儿一样。最后，宋爷爷还让辉宝挥手，和大家说了个再见。福宝躺在土坡上方，给自己挪来挪去。福宝是想给自己从上面滑下去，就像坐滑滑梯一样。福宝自己玩得不亦乐乎。福宝滑下去后，还给自己来了个倒立翻滚。福宝在雪地上玩的有点些许忘我。一会儿，爷爷来叫福宝回家，福宝硬是装作听不见。福宝宁愿在雪地里喷嚏连连，也不愿回去。福宝越打喷嚏越想玩，福宝这喷嚏打得自己摇头晃脑的。福宝的皮套被甩来甩去，看样子爷爷哄是哄不回去了，只能等福宝自己玩够了才行。福宝在坡下玩饿了，来到小亭子上吃竹子。虽然福宝不想回家，但福宝的竹子爷爷从来没断过。福宝躺在小亭子上，享受着冬日阳光的沐浴。凉爽的天气，福宝的胃口都变好了。掉在地下的福宝也不放过，甚至最后为了体验雪的清凉，福宝索性放弃小亭子，直接坐在了雪地上。福宝感觉这样更舒服。福宝吃饱后，围着园区环视了一圈，对园区做最后的告别。福宝不舍得，又躺在地上给自己蹭了蹭，蹭得自己的后背都变白了。此时，福宝就像一个裹了白糖的糯米团子。之后，福宝迈着不舍的步伐回了家。第二天，福宝在出门营业时，直接遇到了下大雪的场景。福宝坐在小木床上，天上飘着鹅毛般的大雪。爷爷喊福宝吃完赶紧回家，而福宝却表现得很淡定，好像很享受在雪中进食。福宝手里的竹子一根接着一根，任凭爷爷在外怎么呼喊，福宝丝毫都不受影响，就这样惬意的在雪中吃着竹子。